小新 Pro 16 202分为锐龙版和酷睿版，锐龙版搭载的是 AMD 锐龙6000标压 H 系列处理器，酷睿版搭载的是英特尔12代酷睿45 H 系列处理器。其中锐龙版又分为极限版和 RTX 多线版，这些版本具体有哪些区别，大家可以看图，我就不过多的啰嗦了。来看我上手的这个版本，它搭载的是 AMD 锐龙7 6800H 处理器，英伟达 RTX 3050 钛显卡，搭配 16G LPDDR5 6400内存以及 52G PCIe 4.0 SSD， 屏幕则是16英寸16:10 2.5K 120Hz IPS 弧面屏，预装正版 Windows 11系统以及永久免费正版 Office 办公套件。这个版本是小新 Pro 16目前的顶配版本，日常标价7399元，首发价6999元，其他版本的价格我也列出来了，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外观方面没太多好说的，小新 Pro 16 202延续了上代的设计，也是最近几代小新系列统一的 ID， 机剪风全金属机身，表面细喷砂工艺，外形尺寸和上代基本相同。作为16英寸的大屏笔记本，其机身尺寸长约356毫米，宽约259毫米，厚度16.9到17.9毫米，裸机重量1.98千克，标配130瓦联想方口电源适配器，重约476克。C135 配有2根电源线缆，一根是 C to C 的，一根是 C 转联想方口的线缆。实测如果通过小新 Pro 16的 C 口供电，最高只能到100瓦，也就是说这个 C 口最高支持100瓦的 PD 充电协议，不支持联想130瓦的私有协议。而通过联想方口是可以达到和原装适配器一样的最高135瓦供电的。来看接口配置，小新 Pro 16的接口不算很丰富，但也基本够用。左侧2个 USB 3.2 正一和 SD 读卡器，右侧 3.5 毫米音频 HDMI 2.0 全功能 Type-C 和方形电源接口。键盘方面，小新 Pro 16采用的是包含小键盘区的全尺寸波纹键盘，配有3亮白色背光，独立电源按键、4项分享键也采用了下沉式大尺寸设计，键程约 1.3 毫米，整体打字的手感还是比较不错的。触控板面积给的也比较足，120毫米乘75毫米，触控操作的精准度和顺滑度都没有毛病。屏幕方面，这是一块来自华星光电的16英寸 IPS 弧面屏，16:10的比例，2560乘1600分辨率，10比特色深，亮度350尼特，5毫秒显影时间，120Hz 刷新率 ，DC 无屏上调光以及硬件级低蓝光，触上校色，并且采用的并非常见的软件级校色，而是硬件级或者说芯片级校色，也就是说它的校色信息是存储在屏幕控制芯片上的，即使重装系统，校色文件也不会丢失。实测色域容积 93.2% 的 sRGB， 实际色域覆盖了 92.5% 的 sRGB， 以及 63.8% 的 Adobe RGB 和 65.9% 的 P3 色域。色准方面，实测最大值 3.14， 平均值控制到了只有 1.3。屏幕上方摄像模块加入了 I2 红外镜头和 TF 传感器，支持 Windows Hello 人脸识别登录以及人走锁屏、人来亮屏等功能。另外，它的摄像头是 1080P 的，相较传统的 720P 摄像头，它的清晰度要明显好很多。然后也有降噪、图像优化、背景替换、美颜等音视频通话的 AR 功能。不过这个摄像头也有一点缺憾，就是它没有配电控开关或者物理拨片，在隐私安全方面还有待加强。我们重点来看性能，新的锐龙6000处理器可以说是锐龙5000的工艺增强版，采用了新的6纳米工艺，底层微加构并没有变化。Zen 3加相较于 Zen 3，这个加主要加在了频率和能耗比上。另外有一点非常大的提升是它的核显，采用了和 RX 6000系独显相同的 2.2 架构，分别是12个核心的 680M 和6个核心的 660M。小新 Pro 16 202依然设有节能、均衡、野兽3档性能模式，可以通过 F1 加 Q 键快捷切换。在野兽性能模式下，通过 i64 Swiss CPU 对 CPU 进行压力测试，可以看到在小新 Pro 16 202上，锐龙7 6800H 的最大长时稳定功耗是54瓦。通过 Cinebench R20 和 R3 的跑分对比来看，相较于上代相同功耗的锐龙7 580H， 锐龙7 680H 的斗核性能提升了约 10%， 单核性能提升了 5% 左右。在微架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这样的性能提升应该说不算小了。那么它和英特尔12代酷睿相比表现又如何呢？首先，如果在游戏本上80-90瓦比较高的功耗下，通过 Cinebench 的跑分对比来看，锐龙7 680H 多核性能和单核性能都要比 i7 12700H 低 15% 左右。同样通过 Cinebench 的跑分对比来看，在50瓦左右的功耗下，锐龙7 680H 多核性能和 i7 12700H 基本相当，还要略微高出一点点，不过单核性能依旧落后 15% 左右。关于 RTX 3050 钛的技术参数我就不过多的啰嗦了，直接看小新 Pro 16 202给它的功耗配置。通过 Formark 对 GPU 进行压力测试，可以看到这颗 RTX 3050 钛的最大稳定功耗是65瓦，它毕竟不是专门的游戏本，离游戏本端最大95瓦的功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不过联想将以往游戏本上才有的独显直连带到了这台全能轻薄本上，而且支持混合模式和独显直连热切换，无需重启。
另外它也支持纯极限模式，需要注意的是纯极限模式需要在8U4中进行切换。通过 CineMax 的跑分对比来看，小新 Pro 16 65瓦加独线直连的3050 钛较游戏本端95瓦功耗加独线直连显卡分低了大概15%左右。当然跑分归跑分，它只是一个更直观的对比工具，我们来看实际应用的表现。首先通过10多款游戏的实测来看，在 1080p 分辨率下，小型经济网游包括绝地求生等大型竞技网游最高画质下运行基本没什么太大压力。而对于各种大型的3人单机，少部分比如古墓丽影暗影可以在最高画质下达到60帧以上的流畅线，多数游戏比如刺客信条、英灵殿、地铁雷续等等，需要将画质设置到中或者高画质才能流畅运行。2K 分辨率下，小型经营网游依然可以在最高画质下流畅运行，绝地求生需要调低一档到高画质，而应对3人单机就比较吃力了，很多都需要在低画质下才能过60帧的流畅线。再来看生产力方面，这台笔记本的硬件配置是比较适合图像编辑、视频剪辑相关工作的。这类软件对显卡的功耗并不敏感。Adobe 三件套、PS、PR、AE 通过 Puget Bench 插件进行跑分测试，3款软件分别能跑到899、557和942分，应对日常的视频剪辑工作是完全 OK 的。另外，我也做了 SpecView 工业 3D 软件的跑分测试，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极限的性能。首先需要说的是，极限往往对内存的频率比较敏感。而 AMD 锐龙6000系列最高支持 LPDDR5 6400内存，这台笔记本采用的就是。而由于英特尔对内存频率的限制，目前12代 Core 的轻薄本多采用的是4800频率的内存。通过 CineMax 的跑分对比来看，这台笔记本处理器集成的 680M 要超过 i7 1270H 所集成的 96U 的 Ridge Xe 40%到50%。在和英伟达入门级独显 MX450 的对比来看，基于 DX11 的 Fast Track 项目领先33%，基于 DX12 的 Time Spa 项目领先10%。当然，这仅仅是跑分。我们来看游戏实测对比，在 1080p 分辨率下，《英雄联盟》这款游戏对处理器比较敏感，英特尔处理器往往更有优势。可以看到 680M 比 MX450 还低了15帧。CSGO、守望先锋两款游戏，两者的帧数表现基本相当，而 DOTA 2 680M 比 MX450 高了8帧，绝地求生两者的表现也基本相当，在最低的非常低画质下都能跑到95帧左右。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最低画质 MX450 可以跑到62帧左右，而 680M 核显可以跑到71帧，但也仅此而已。近2年主流的3人单机，比如《孤岛惊魂6》和《刺客信条：英灵殿》，即使在最低画质下，它也没办法达到60帧的流畅线，均在40多帧。所以从实际游戏能力上看呢，680M 核显略强于 MX450 独显，但是没什么质的区别。游戏能力主要还是在小型网游的范畴内，绝地求生这种大型竞技网游，其实画质也可以流畅运行，但近几年主流的大型3A 就超出它的能力范围了。当然也必须得承认啊，它确实是目前最强核显，它也在压缩英伟达 MX 系列这种入门级独显的生存空间。拆机来看，小新 Pro 16 202采用的是比较接近游戏本级的散热系统，2颗大尺寸风扇加2根热管，尾部转轴双出风口。进风方面，除了底部进风格栅外 ，C 面键盘上方也开出了辅助进风孔。野兽模式室温26度左右，通过 IW4 和 ForMark 进行双烤压力测试，半小时后 CPU 温度90度，功耗35瓦，频率3.3 GHz ，GPU 温度78度左右，功耗50瓦，频率945兆赫兹左右。表面温度方面 ，C 面高温区域在键盘的中上部，温度最高点50度左右，键盘中部46.4度 ，WS 键处38.2度，万托处最高34度左右。烤机满载时人为噪音45分贝左右，常规轻薄本的正常水平。总体来说，85瓦的 CPU 加 GPU 总功耗在同类产品中应该说还是给的比较足的。那核心温度、表面温度以及噪音水平虽算不上多优秀，但也在正常水平内。内部其他硬件方面，小新 Pro 16 202的后续可声音扩展性比较一般。刚才提到了 16G LPDDR5 640的内存采用的是板载颗粒，不支持升级加装。硬盘位也只有一个，预装的512固态是2242尺寸的。当然，这个硬盘位是支持常规的2280规格的。这块硬盘的具体型号是美光的2450 PCIe 4.0 通道，不过3000加的读写速度还是正3的水平。无线网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采用的是瑞昱的 RTL 8852BE， 支持 WiFi 6和蓝牙 5.2。续航方面，小新 Pro 16采用的是75瓦时的大容量锂电池，这块大电池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也是造成小新 Pro 16升级扩展性受限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好处就是它的续航能力更强。通过 PCMark 10现代版本上去续航测试来看，其成绩达到了9小时40分钟，这个续航能力确实比较优秀了。当然，这中间也有 AMD 锐龙6000处理器能耗比控制比较好的原因。OK， 关于这台标雅锐龙独显版小新 Pro 16 202就跟大家解析完了。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台性能比较突出的全能型轻薄本产品。
核心硬件采用了标压 H 系列处理器加 RTX 读显这种游戏本级的配合，还给了读显直连，后续还会有显卡超频的功能，这些也都是游戏本中才会有的功能。整体的功耗和性能释放在同类型的产品中给的也是比较足的，再加上屏幕素质也比较全能，整体看下来，除了一些细节上有改进空间外呢，没什么大的短板和缺陷。从应用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它比较适合作为大屏创作本来用，也可以作为轻量级的游戏本来用。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有更多想了解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加关注、点赞和转发，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下期再见。